所谓的酒呢，基本上就是水里面至少是要有酒精，基本上就是乙醇类的东西哦。当然不是只有乙醇，但是主要是乙醇。那其他的味道呢？不同酒的其他的味道呢，就是来自于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包含原料本身的气味，或是它的一些酸甜苦啊，这些种种的这个内在的元素，还有发酵过程中借由发酵产生的气味，或者是说它也有包含味道哦，就是香气跟这个味道，酸甜苦鲜咸这些东西。然后还有酒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所谓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年之后，它会演化出新的味道出来。这些东西呢，共同构成了酒酿造好，放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把它打开来喝，所品尝到这个酒的滋味，在我这边的定义里面，就是包含了香气还有味道，就是嗅觉和味觉。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刚刚提到酒的组成，虽然讲得很笼统，但是其实我是从发酵的层面开始去解释酒之所以为酒的原因。当然要有原料，然后经过发酵，最主要是酵母菌，然后最后产生的这个除了原料的这个内部元素之外，还有产生这个酒精。然后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水，就是比方讲葡萄有果汁有水，那就保存在里面。如果本身水含量比较少的话，它就要加水进去做发酵。那这个前者当然就是葡萄酒为代表，后者的话当然就是以这个清酒为代表。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分成所谓的水果酒、果实酒跟所谓的谷物类的酒。那中间有一些比较特殊型的酒呢，比方讲龙舌兰，就是 tequila 龙舌兰，它是一种有点像芦荟这样的植物，它像仙人掌、像芦荟这样的植物，它是取它根部甜的那一块，它的根部因为会收集糖分，在它的根部，应该讲不是地下茎，它是长得有点像是铁树这样子但是当然我只说长得有点像了，或者是长得有点像芦荟一样，那取中间这个根部上面这个茎的部分，球茎的部分，把它剖开之后，然后拿那个东西去压榨，因为它本身是甜的，然后压榨之后呢，再经过去发酵。当然细节还有更多了，我只是指说，像这种东西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然后也有含有糖分、糖度，所以也可以发酵。当然，因为它发酵并不好喝，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叫龙舌兰酒。我讲的是酿造酒，但是把它发酵完了之后，它只要有产生这个醇类，我就可以把它蒸馏。蒸馏就是去除掉水分，留下更多的这个酒精，那这样就变成蒸馏酒了。我今天最主要提到的是说，如果酒里面有这么多的物质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某些酒少了某些东西，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举一个前阵子我以后一定还会再重新再讲一次日本酒度，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不够太学术化了。我这次用人的，就是用饮者喝着或者是厨师的角度来去看是什么叫日本酒度，顺便再去看其他的东西
首先呢，日本酒度有喝过清酒，或是有去拿证照，或者是你有念过书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说日本酒度其实讲的就是这一款清酒它所含的糖分的多寡。但是这种多寡呢，跟我们一般在看那种葡萄酒，它上面写说残糖有多少，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日本人的做法是从人的，就是饮者喝的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标示数字，会让你觉得这个酒是甜的，甘口，甘甜的甘口，而不是辛口，不是 DRY。可是葡萄酒不是这样，葡萄酒它就直接就标明它残糖多少，它的酸度多少，它的 pH 值是多少。至于酸度跟 pH 值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各位其实上网查会更快用 AI 来查会更快。那我们不要把问题发散，因为我讲15分钟嘛，要把它讲完。日本酒度的做法是反过来的，它是用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酒为什么喝起来，我觉得假定是0的话，日本酒度是0的话，这个酒让我喝起来觉得不会甜，也不会不甜。这样讲很奇怪哦。那你说那是开水吗？也不是，就是说它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啊，它还有酸性的物质啊，还有这个酒精啊，所以还有香气什么的，所以并不是说没有了，就是日本酒度是0，它喝起来就是不甜。其实甜味这种，它虽然是味觉，但是它跟嗅觉也有关系。比方讲，我现在如果拿一颗很成熟的西瓜或者是哈密瓜，你不用吃，你只要闻，你大概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甜哦。但是你明明没有吃到，你为什么会觉得甜呢？因为在你的记忆里面呢，这个哈密瓜、西瓜这个香气的味道是跟甜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你没有吃过酸的哈密瓜，没有吃过酸的西瓜，同理，你没有吃过甜的柠檬。我讲的纯粹甜的柠檬，你吃百香果，百香果现在有很甜的百香果了哈。我只举例，你没有吃过甜的梅子，对不对？那种本意上酸性比较多的，即便你只要放到你鼻子前面的话，闻到梅子你可能就流口水了，望梅止渴嘛。所以日本酒度为0呢，它的定义只是说，让你感觉到在甜的这一方面，你会觉得不偏不倚。但是酒里面还有其他物质啊，我刚刚讲过，里面还有酒精啊，还有这些香气的物质啊，还有这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子的化学物质哈。所以这些东西也有各自它的味道。那这些味道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于这瓶酒的感想？绝对是会的。所以日本酒度为0呢，你可以讲说，对它喝起来就是中庸，但是可能会随着里面的酸性物质比较多，这个酒体里面会让你觉得这个酒喝起来呢可能偏酸，或者是说它的酸性物质比较少，我们感觉喝起来就会觉得说这种酸可能会引起你的那种味觉的反馈，变成是喝起来有一点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咽下去之后有一点回甜的感觉，或者是说在台湾话有一句话叫这个我们炖煮好这个汤，萝卜排骨清汤或者是用反正萝卜是一个很好的解释的东西，因为萝卜生吃它不是甜的嘛，但是你炖完或者是用豆芽菜去炖呢，炖完这个汤之后，你喝起来你会说，这汤这个汤喝起来甘甘，注意这个甘甘是
甘味的甘你说是甘甜的甘没有错，但是这个在闽南语里面，在台湾话里面，甘意思是比较偏向说它的氨基酸是比较多的，就喝起来是比较类似我们讲茶叶，就是喝起来干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说茶里面有很多糖吗？不是除非它是加糖的红茶，那种汤喝起来干的那种滋味呢，比较偏向就是脂味，就是酸甜苦鲜咸的那个鲜味。所以大骨汤有鲜味，柴鱼汤有鲜味，甚至你用豆芽菜、用黄豆什么去番茄去熬出来的味道都会有鲜味，还有香菇也会有鲜味。这喝起来那种鲜味所带来的那种干的类似甜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完全是甜的感觉，那是属于味觉里面的第五种味道。那这下问题来了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这是一瓶日本酒，我们把它发酵再发酵，然后把它糖分全部把它过滤掉，这可以做得到利用比较细的那个奈米级的网子或什么就可以把糖分过滤掉。我先假设把糖分过滤掉了，因为它可能还会过滤掉其他物质，但是我现在假设它就是完全过滤掉了。这是一瓶日本酒，完全没有糖分的日本酒，请问一下，它的日本酒度是多少？动动脑这些有念过书的朋友，或是有考执照的这些朋友们，这样的酒日本酒度是多少？你说问这问题有意义吗？有意义，我问这问题一定有意义的，只是你要去思考。我可以直接讲答案了理论上，当然这是理论上，因为做不到嘛但理论上这样日本酒度，因为完全没有糖，代表什么？代表它就完全都不甜啦，就是很辛口啊，辛苦的辛啊，辛口。那我们都知道，日本酒度计在量的时候，越辛口的酒了，越不甜的酒，日本酒度值就越高，正的值越高；反之是越甜就负的值就越低那你既然把糖都滤掉了，表示里面没有糖分啦，所以日本酒度理论上应该是无穷大，对不对？可是真的有可能到达无穷大吗？不可能。那个是在数学式子里面这样去算，就是日本酒度的那个公式这个我片尾会把那日本酒度那一段再把它放在片尾，各位有兴趣睡不着再去看，而且最好是拿着笔和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揣摩我在讲的意思。当我们把糖从日本酒里从清酒里面把它全部移出来之后，你不要忘记了，一瓶日本酒里面除了糖之外，我刚刚讲过了，它也有这个氨基酸啊，有各种各样的酸度啊，还有醇类，就是酒精啊。所以你把糖移走，这一瓶日本酒里面呢，它一样有它的密度在，它只是密度相较于有糖在里面呢，密度变得稍微小了一点点。所以既然密度还在的话呢，我们在算日本酒度的公式里面呢，表示你这个像浮标一样的这个日本酒度计沉到水里面，沉到那个酒体里面的时候呢，它不会一根往下掉到底，不会，因为它还是有基本的这个浮力在，所以日本酒度可能会沉得很底，会不会完全没了？那就要看你日本酒度多长啊。你可以做得很长，但是一般不会做到多长，因为日本酒度大概差不多，也许25公分左右吧，所以它量到一个界限就量不下去了啦。但是如果你用数学来算的话，它应该理论上要无穷大。为什么？因为在算日本酒度的时候，它本身并没有计算到其他的这些酸性物质啊、醇类啊。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物质等等的，
可是你真正的在量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存在的，所以你真正丢日本酒度计下去的时候，它还是会浮起来，虽然它可能会沉得很深，但是它上面还是会浮起来，所以还是可以看到日本酒度值。那这个值就会不一样了，怎么样不一样了？因为你要看你这瓶日本酒里面本来其他东西的含量各自是多少。15分钟其实讲不了太多东西了，现在已经15分钟了。本来其实可以发散的事情很多，比方讲说，那如果糖分不见了呢？如果糖分在，但是酸度不见了呢？或者是说酒精不见了呢？醇类不见了呢？或者是说水相对比较少，醇类变得比较多的话，那这瓶酒的变化又会是如此呢？这个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它很多变化。我为什么会提这很多变化？是因为不要忘记，在陈年的过程中，酒体本身就会产生变化。第二个，如果你知道这些变化的道理，这个其实都举一反三的。从日本酒度计这边就可以举一反三，去推理出很多东西出来。按照我以前的个性，我就会一个一个讲，但是我想维持15分钟就好，就以日本酒度这个作为一个引子开头，然后让各位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如果糖不见了，这日本酒喝起来会是怎么样子？那如果醇类不见了呢？如果酸度不见了呢？酸性物质不见了呢？或是变得比较多呢？又是如何呢？我补充一下，最后补充一下，前几期在讲日本酒度，有一个地方